相信熟悉数码圈的你已经听说了，华为推出了新一代的轻薄本 MateBook Pro 和折叠屏笔记本 MateBook Fold， 就是我面前的这两位，他们是首批搭载了华为自家鸿蒙系统的 PC， 不是 Windows， 不是 Linux， 不是安卓，而是鸿蒙 PC 哦。而且啊，它俩还使用了一颗前所未有的处理器麒麟 X90， 这是一颗专为 PC 打造的麒麟芯片。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感觉这两款产品还挺有里程碑意义的呢？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测一测这个麒麟 X90 华为的 PC 芯片，它到底是何方神圣，性能如何，功耗如何，相当于苹果和英特尔的哪一代产品，以及我们也要来好好看一下这个鸿蒙 PC 到底能做些什么，给它开发软件的体验到底怎么样。今天的节目干货满满，一定要给我们点赞、收藏、转发，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这一台就是起售价7999的 MateBook Pro 啦。看起来这个面孔就很熟悉啊，它用的就是之前 MateBook X Pro 上的模具，只是换了一个处理器，换了个系统，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变化。单从用料的角度，这个机器卖7999算是很可以的了，因为 MateBook X Pro 本来就是上万的旗舰轻薄本模具，980克的重量里实现了40瓦的性能释放，与此同时还保持了顶级的做工。想了解这个模具的话，推荐各位去看一下比巴的视频。那我们就不赘述了，直接开拆。卸下底部螺丝，包括藏在脚垫里的2颗，就可以把它的地壳拆下来了。这个就是 MateBook Pro 的内部设计了。最显眼的还是中间的这一大块均热板。我们断电后卸下散热螺丝，取下这块均热板，就可以看到主板的真容了。这个机器的主板设计有点想法的，它是中间一个矩形的主板，加左右2侧小板的分离结构。接着往下拆掉风扇，再拆掉固态，这个 SSD 底下就藏着处理器的板载内存。再拆掉转轴处的保护罩，你就会发现主板上大量的使用了 BTB 连接。顶上是 BTB 平线，左右2侧是和小板连接的排线，再加上底下的排线，可以说整个主板被排线座子围了一圈啊，有种万物聚拢到中间的感觉啦。那这块就是我们拆下来的 MateBook Pro 的主板了，中间这一颗就是麒麟 X90 处理器。意料之外的，作为一颗自研 ARM SoC， 它并没有像苹果 M 系列、高通 X Elite 和英特尔的 Lunar Lake 或者手机那样使用集成度和能效都更优的 PMIC 供电，而是继续和传统的 X86 芯片一样，使用了 VRM 供电。你可以看到主板上的各种电感和 MOSFET。那我的理解可能是为了方便沿用它上一代的模具吧。上一代英特尔的 Meteor Lake 的机器就是 VRM 供电的，希望这不会太影响到功耗吧。那么是时候来聊一下中间的这一颗麒麟 X90 芯片啦。看到它的第一眼，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核心面积非常之大，达到了208平方毫米，这比苹果 M 系列、AMD 的7840H、高通的 X Elite 都要大得多，仅次于 HX370。实际上，相比手机的麒麟9020，这颗给 PC 设计的 X90 面积大了48%，这还是在 X90 没有集成5G 基带的情况下。这么大一个 SoC， 它的面积到底都用在哪儿了呢？其实主要就是 CPU、GPU 和 NPU。X90 的 CPU 部分由4颗超大核、4颗大核和2颗中核组成，每一种核心都支持超线程，总共10核20线程。X90 的超大核基于9010的超大核改进而来，每核配备1兆的 L2 缓存，最高2.32G 的频率。而 X90 的大核也是基于9010的超大核改来的但是略有缩水面积要稍微小一些 ，L2 缓存依然是1兆，最高2.01G 的频率。所以与其说是超大核跟大核，不如说是大一点的超大核跟小一点的超大核吧。2颗中核则是基于9010的大核，但是把 L2 缓存砍到了512K 当成小核来用了。整个 CPU 中间还提供了16兆的 L3 缓存，由所有核心共享。这个 CPU 规模算是相当庞大的啦，只是频率依然跑得比较低正上方是麒麟 X90 的 GPU 马良916，和9010上的马良910是同一代架构，但是规模大了不少，从4 CPU 加到了6 CPU， 最高频率950兆。旁边这一小块是 NPU， 比手机上要大1倍的规模。最后还提供了8兆的 SLC。作为一颗 PC 芯片，麒麟 X90 理所当然的和苹果、英特尔、AMD 一样，支持128位的内存，同频比手机的64位内存带宽要大1倍。具体来说 ，MateBook Pro 是配备了 LPDDR5 6400双通道内存，所以 CPU 性能应该会比同架构的手机来得更好。实测结果也是印证了这一点。这次我们把行业标准工具 Spec 2017搬上了鸿蒙 PC， 除 Fortune 以外的测项都已经可以跑通了。
那我们就剔除以往的 Fortune 子项，来对比一下这个 CPU 的单核。X90的这颗超大核比同频的9010要再强一点，但不如9020的超大核。X90的这颗大核性能要稍差一些，而中核由于只有512K 的缓存，性能其实打不过同源的9010大核，不过当小核用是绰绰有余了。那么它这个超大核的单核性能放在 PC 里大概是什么水平呢？差不多就相当于英特尔的 i7-8565U 的单核吧 ，Skylake 时期的单核啊，也跟苹果的 A12Z 的单核接近啊。没办法嘛，2.3G 的频率实在是太低了，核心做的再大也很难跑出性能来啊。能效上说呢，鸿蒙 PC 我们就只能测主板功耗，测不到封装功耗。PC 由于外围功耗比手机要高得多，再加上麒麟 X90 用了 V2M 供电，它的版号肯定是没法和手机比的。我们来对比一下其他的 PC 好了。其实吧，看单核能效的话，这个麒麟 X90 倒是还行啊。虽然单核性能差，但好在功耗也不高，和优等生苹果可能没法比。那我们可以和 AMD 前2年的 Zen 4 纳米 CPU 8840HS， 也就是7840HS 来对比一下，正好它俩用的都是 V2M 供电，看起来 X90 平台的单核性能跟功耗呢，应该和3G 赫兹下的8840HS 轻薄本差不多吧，两者的单核能效还挺接近的。当然，X86 处理器胜在能跑高频，满血5G 赫兹的 Zen 4，那不用想都知道有多强了。但如果不求那部分爆发的 boost 性能，放在轻薄本上用的话呢，X90的单核论能效还不算太落后啊，就和前2年的 X86 平台差不多啊。那么俗话说啊，单核不够，多核来凑。虽然缺了那一部分爆发性能，但至少这麒麟 X90 是很愿意堆料啊。CPU 核心堆的足够多，再加上超线程的帮忙，它的多核性能到底怎么样呢？这个多核测试我们就没办法像其他的 PC 那样测 Geekbench 或者是 Cinebench 了，因为这几个跑分软件都没有登录鸿蒙系统，并且闭源软件我们没有源码的话是没法移植过来测的。好在我们的工程师想办法移植了几个开源软件到鸿蒙上，也算是能测出一些关键的性能数据了。一起来看一下。我们首先跑了 FFmpeg 的 X264 CPU 视频编码，这个主要是考验多核整数性能。我们根据 1080P 转码对用时计算了性能倍率。你还别说啊，这个麒麟 X90 的 CPU 多核还真不错啊！在4+4+2的这种疯狂的堆核策略下，麒麟 X90 可以打赢只有4个超大核加4个中核的 M1、M2， 甚至是 M3 和英特尔的 Lunar Lake， 是不是有点没想到啊？那么结合功耗来看啊，在有规模优势的情况下，麒麟 X90 的多核能效其实也和 Lunar Lake 差不太多啊。当然了，和 Lunar Lake 比多核可能还是有点赖皮的啊，等于是拿 X90 的长板去打 Lunar Lake 的短板了，对吧？但确实它的多核能效算是还不错的啊。如果是和英特尔那边一样堆规模的 Meteor Lake 比，X90 的这个多核性能依然是有差距的。再来跑一个7zip 的 SDK 测试啊，和市面上7Z 自带的基准测试不同，我们编译的这个套件不仅涵盖了 LZMA 的压缩算法，还包含了 AES、CRC、SHA 等很多的加密啊、哈希相关的算法测试，它其实是比较综合的，算是一个大的整数测试套件了。那我们测出来的结果，麒麟 X90 依然挺不错的，性能上再次打赢了苹果 M3 和英特尔的258V。它的多核表现其实会更接近规模大一点的 M1 Pro 啊，尽管和 MateBook X Pro 的 U7-155H 还差了一截性能，但结合功耗的话呢，这个能效还是完全不输给英特尔的。我们再来跑几个浮点测试看看啊，像是 SpecSpeed 里的3个多核子项，619是比较受内存带宽制约的。麒麟 X90 在这里好像没办法访问到全部的内存带宽，一下子就失去优势了。但是638和644这2项呢 ，X90 的表现又挺不错的，性能打赢了 M3， 跟英特尔比也是不遑多让。如果比功耗的话，可能不像苹果那么好看吧，但是和英特尔打还是有戏的。总体来说，这个麒麟 X90 的 CPU 单核性能比较菜啊，但是能效上是勉强合格吧。而多核则是给了我们不小的惊喜，依靠堆核大法砸出了还不错的性能，多核能效也是完全不输给英特尔的 Meteor Lake 和 Lunar Lake。当然了，硬要说的话呢，它肯定是打不过最新的 Arrow Lake H 还有苹果 M4 的啊。但是这个毕竟是全链路自主开发的处理器嘛，我本来就没有把它的期待值放得很高，倒不如说 X90 的 CPU 能达到现在这个性能，已经远远超过很多人的预期了，你说是不是啊？这个 CPU 我觉得还是挺靠谱的。那这个 GPU 的性能又怎么样呢？GPU 这玩意儿就很难测了。我们本来计划最好是移植一个原生的图形负载到鸿蒙系统上，比如移植一个游戏。
我们就先是移植了 id Software 的经典开源游戏 Doom 3，甚至游戏都已经能够进入到主菜单了，但是很可惜没能成功载入地图啊，因为鸿蒙对于程序的占内存限制非常的严格，而 Doom 3恰好用了很多需要大占空间的写法。为了进这个主菜单，我们已经改了不少地方了。比如游戏原本为了性能，把大量的内存分配放在了站上，我们只能一个个改成堆分配，才能勉强跑起来。折腾了好几天啊，本来我们都已经放弃了，结果你猜怎么着？更新了一版系统，居然就能进游戏了！哇，这你能想得到吗？我感觉应该是内存管理上有过改动了啊。不过哪怕能进游戏，我们发现也没法对比测试性能，因为其他平台的 Doom 3都是有编译器优化的，而我们移植的鸿蒙版一旦开了编译器优化，又会直接爆掉，没法一直玩下去啊。所以尽管费了好大劲才跑起来这个游戏，我们也只能放弃了。原生移植行不通，那还有一个办法能跑 GPU， 就是 WebGL， 用浏览器来跑一些跨平台的测试。其实业界也有像毒蘑菇啊，或者是 Aquarium 这样的特性或者 draw call 测试，但是我们这一次准备用一个更合理也更接近实际工况的东西来测它的 GPU， 而且我说出来你们绝对拍手称快。什么东西呢？就是 WebGL 版的 Minecraft 打上光影啊！首先啊 ，MC 的光影和大多数的光山化游戏是接近的，像延迟渲染啊、SSAO 啊、SSR 啊、次表面散射这些全都有啊。相比毒蘑菇那种通过跑三角函数只压榨硬件 SFU 单元的负载呢，也会更有参考性一点。其次啊 ，WebGL 这个东西呢是 OpenGL ES 的子集，用 Chromium 内核的浏览器跑的话呢，基本上是能够直接对应到底层图形接口的，性能上也很接近原生，再加上它几乎是 GPU 满载运行，瓶颈主要在 GPU 上 ，CPU 的损耗影响就不大了。最关键的一点是啊，在鸿蒙系统上，正常的 JIT 被限制了，很多模拟器类的跑法都不行。但是浏览器本身的 JS 引擎啊，就是靠 JIT 的，所以我们用 WebGL 就相当于借壳，让它帮我们来完成 JIT， 这可能是目前鸿蒙上面最接近原生性能的方式了。不过拿这个 WebGL 版的 MC 来评测也会有一些限制。首先，我们没法对比高通机型，因为高通官方的 GPU 驱动为了追求性能，它做了很多优化工作啊，它是没有办法跑通这一版 MC 的。这也是为什么会有社区给高通 GPU 去做 Turnip 开源驱动这种东西啊。其次啊，在 Windows、macOS 和 Linux 的 Chromium 内核浏览器里面跑 WebGL 是需要经过谷歌的 Angle 转译的啊，这是存在性能损耗的。而安卓和鸿蒙上面，就像我前面说的，是可以直接对应到底层接口跑到 OpenGL ES 上的，所以真正能直接和 X90 对比 GPU 的，就是手机上的麒麟和发哥的天玑平台啊。不过 PC 端我也把转译的性能跑了一下。我们前面在 Dashot 上看到麒麟 X90 的这个马良916啊 ，GPU 规模是增加到了6 CU， 但实际到了游戏里面，它的性能好像并没有比9020的 GPU 强多少啊。这是因为它是基于9010上的老架构，软件效率差了新款 GPU 很多。你要知道9020比9010的 GPU 提升是很大的。那么这个 X90 的 GPU 呢，基本上就是和天玑9000差不多的性能，哪怕和转译后的苹果 M1还有英特尔的155H比，都差了挺远的。和原生的天玑9400比，这个差距就非常大了。应该说啊，这个 GPU 算是整个 SoC 上比较短的一块板了啊。第一代嘛是可以理解的，我还是期待以后能够用9020上的新架构来做它的这个 PC 的 GPU 啊。不过话说回来啊，这个 MC 的光影应该也是我测了这么久鸿蒙玩到的第一个有点图形负载的游戏了啊。这个 GPU 也是不容易啊，总算是有机会打一场酣畅淋漓的架了。如果要从它的应用商店里面去找游戏的话，那正经一点呢，可能目前就只有苍翼混沌效应、三国杀和蔚蓝档案了。那它这个 GPU 强一点、弱一点，在 BA 这种负载里，你猜能有啥影响呢？一点影响都没有吧？还是等等未来看看能不能有更多的游戏登陆鸿蒙 PC 吧。好了，硬件性能能效的部分分析完了，干货还是挺多的吧？我觉得这一次麒麟 X90 作为自研架构 PC 芯片的起点，应该算是挺 OK 的了。至少 CPU 比我的预期是要好不少的，这也得感谢芯片团队不惜成本的去堆料，塞了这么多合金进去，让它的这个多核表现也算是能跟上时代了。不过啊，这台 PC 更让大家好奇的，可能还是它的这个软件部分，对吧？鸿蒙系统啊，这个我们已经用了大半个月了，其中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给它开发软件，所以今天我们就从消费者和开发者这两个角度来好好的聊一聊鸿蒙 PC 啊。
首先大家肯定很好奇，这个软硬件都是自己做的，是不是意味着续航会很好呢？能不能做到苹果那样优秀的办公续航呢？我们决定基于之前的几款 PC 续航脚本的标准，把一些没上架的应用替换成诸如 WPS 这样的平替，直接拿旧款的 Intel 和新款的鸿蒙加麒麟放在一起测一遍续航看看啊。结果是这个样子的。果然软硬协同对于这个续航的帮助确实是很大。在电池一样大的情况下，鸿蒙的 MateBook Pro 办公续航可以坚持7小时43分钟，相比上一代 Windows 的 MateBook X Pro 长了整整2个小时啊！这个表现还算是挺不错的。当然了，受处理器能效的限制呢，它这个轻办公共框的续航啊，和10个小时以上的 Mac 还是有差距的，也未必打得过一些大电池的 Lunar Lake 机型。但是对于现在想买它来尝鲜做文字办公的同学呢，你至少不太用得着担心它频繁的没电啊。那鸿蒙系统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流畅度，在手机端卷了这么多年，鸿蒙自然是憋出了一套相当丝滑的动效啊。而且除非你完全满载 CPU， 否则你是根本见不到一点掉帧啊。这一点显然是降维打击吃老本多年的 Windows PC 了。如果哪天你路过了华为的线下店，我是非常推荐你去感受一下它的这个系统流畅度的，确实让人印象深刻啊。包括华为还做了很多的事情来改善它的软件性能，比如你在 QQ 里下载好文件的时候啊，系统就猜到了你接下来要打开它，就已经在预加载这个文件了，这样打开的时候啊就可以更快一点。另外，在操作逻辑上呢，鸿蒙 PC 没有做那种反人类的创新，它把很多的 macOS 和 Windows 的操作习惯，不管是快捷键、手持操作还是 UI 布局，都给延续了过来。你从其他系统迁移过来是很容易上手的。而且它可以根据你的习惯来选择，比如你既可以选择类 Windows 的这种系统托盘，把快捷栏放在右下角，也可以选择像这种类 macOS 的菜单栏在右上角放置这些状态栏啊。既可以还是这个味儿，也可以还是那个味儿。那有一些操作逻辑上的小细节，我觉得做的也挺好的。比如键鼠操作和触屏操作逻辑是分开的。键鼠操作的时候，它是传统光标的 PC 逻辑，双击打开，右键子菜单，直接就能拖动图标。而当你触摸屏幕的时候呢，它就瞬间转为平板的逻辑了。单击打开，长按子菜单，按住才能拖动图标。那这个比 Windows 2合1那种模拟光标的触控逻辑要好太多了。那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我觉得鸿蒙 PC 最大的缺点可能还是不自由吧。目前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系统，无法以任何的方式执行 ELF 2进制可执行文件。即使已经知道在这个系统里的2进制就是 ELF 文件，而且 DevEco 提供的交叉编译工具链呢是可以编译出可执行文件的，但就是不让你运行。想要运行任何的应用，你只能乖乖去商店下载。要不你就得当一回开发者，有开发者账号的情况下，你可以给 HAP 包签名，然后就可以安装了。但是问题来了，这个电脑它并不能给自己开发软件，也不能自己给包签名，因为华为的 DevEco 目前还没有鸿蒙版，只有 Mac 和 Windows 版，你得用其他电脑才能开发鸿蒙软件或者签名给它用啊。它也没有任何运行在本地的编译器编译工具链。好在这个尴尬的问题应该很快就会有解的。我们过一段时间呢，也许能见到鸿蒙上的 IDE 了。对于做开发的同学来说现阶段鸿蒙 PC 上也有轻量级的 IDE 能用，就是 CodeArts。理论上你可以拿它做 Python 和 Java 的开发，但是实际用起来鸿蒙版的 CodeArts 还有很多功能上的缺失。比如它提供的 Python 环境虽然有 pip， 但是一执行就会报错，说没有权限虽然也可以用一些歪门邪道来执行 pip， 但它又装不了库，也不能自己 build Wheels。例如 NumPy 这样的科学计算里的常用库呢，就会因为编译不了底层加速库而安装失败。好消息是，如果你是拿它做 Java 开发，那基本环境还是有的。它已经支持了 Maven 和 Gradle 的包管理，安装一些使用 Spring Boot 的 Web 后端项目是没太大问题的。CodeArts 也在它的终端里提供了 SSH， 但是目前因为一些终端的 bug 就会导致它的 SSH 是没法连接任何有密码的服务器的所以鸿蒙现在这个版本的 CodeArts 你也看到了，它这个可用性还有待完善然后鸿蒙 PC 其实是有终端的，但是这个终端呢，感觉就是个烂尾它做不了任何有意义的事儿，不可以执行程序，不可以修改系统设置，甚至都不能 LS 非用户的文件目录结构，这就意味着你完全看不到，也摸不到任何的系统文件
与此同时啊，鸿蒙的每一个应用啊都有一个自己的沙箱文件环境，并不能够直接读取外部公开的目录，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把文件导入进来，而且沙箱之间也是互相隔离、不互通的啊。所以比起 macOS 和 Windows 呢，它其实会在这个方面更像 iOS 一点。然后你知道鸿蒙 PC 最让我难以理解的一点是什么吗？就是除了虚拟机以外啊，它没有做任何主动兼容其他生态的转移层啊。其实你都不需要搞得多复杂，做一个容器兼容 Linux 生态，或者是像手机的卓易通那样去兼容安卓生态，都会好很多。与此同时，鸿蒙 PC 也不开放 bootloader， 你没法给它安装 Linux 或者是 Windows on ARM。你知道吗？在 PC 这个行业里，目前还没有人敢这么干的啊。即便强势如苹果，以前也做过 Boot Camp 去兼容 Windows， 现在呢也允许你装 Linux， 系统里也支持 Wine， 对吧？包括他们还做了 GPTK 之类的兼容工具，来让你跑上 Windows 的应用和游戏。那说实话，我可以理解做封闭系统呢，可能是为了安全可控，对吧？这个在手机上也许是行得通的，但是 PC 啊，作为一个吃饭用的工具，做的过于封闭了，那不就和带键盘的平板没啥区别了吗？又不开放系统权限，又不做兼容层，甚至现成的开源软件生态，普通用户也没法下载来用。这个真的是给开发者关系部门上强度了啊！如果鸿蒙 PC 的目标是做一个好用的信创平台，那我倒是觉得现在这样还挺好的。但凡想往更广阔的商用人群啊，还有消费级市场去拓展，那我觉得华为得迟早想清楚这个问题了。那现在在鸿蒙 PC 的商店里上架的应用还非常的有限，如果你买回去一定要跑一些 Windows 应用的话，还是有最后的一道保险的，就是虚拟机。我们可以在这个 OS Easy 的虚拟机里装上 Windows 11，CPU 效率其实还挺高的，但是虚拟机目前还有很多的硬伤需要解决，比如缺少 GPU 加速啊，所以大多数的游戏啊，还有很多的专业应用都没法运行。包括外接显示器的时候呢，这个虚拟机的屏幕是没法投在显示器上的。还有啊，像折叠屏 PC 在用虚拟机的时候是不能以折叠态使用的，你得支起来横屏展开才能够用得了啊。那消费者侧的体验姑且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开发者的体验又如何呢？是时候来聊点真正的干货啦。如果你只想做一款标准 UI、逻辑清晰、功能偏静态的 App， 那么鸿蒙开发还是很友好的，甚至可以说轻松愉快啊。首先 ArcTS 的开发体验确实不错，用过 JavaScript、TypeScript 的前端同学肯定会觉得挺舒服的。整套界面框架都是 MVVM 范式的，就跟 Swift UI 一样啊，不用自己去维护 UI 状态和逻辑状态之间的同步。写普通的界面程序体验是很好的。然后 DevEco Studio 呢是基于 JetBrains 做的，所以但凡 JetBrains IDE 有的功能，像是智能补全啊、代码重构啊这些它也都有啊，基本没啥上手成本吧。那我觉得鸿蒙开发最好的一个点呢，还是一次开发多端部署，写一份代码，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一行不改的同时跑在手机和 PC 上。偶尔调用了设备不支持的函数也会标注出来警告你。我觉得轻量级的开发者应该会很适应鸿蒙开发。但是如果你更追求底层能力，或者但凡要做一些复杂的软件，那这个开发体验相比其他平台还是头疼了很多的啊。首当其冲的就是因为必须要交叉编译，所以每次都需要修改各种编译脚本，配置文件来使用华为提供的交叉编译工具链，几乎很少能开箱即用。其次原生库目前还比较欠缺，如果你要引第三方库呢，绝大多数的库都没有现成支持鸿蒙的2进制包，基本就只能自己去找源码、改源码、自己编译，而且经常还要手动适配魔改一堆接口。像 GLFW 这种非常基础的库，虽然你能够找到有支持鸿蒙的仓库，但它也没有一个清晰的编译文档，实际能不能用就全靠自己一点点试出来了。那某种程度上说呢，这是一个新系统早期必然会经历的痛苦过程吧，所以我是可以理解的啊。但目前阶段就连 RISC-V 或者龙芯的 LongArc 平台库的支持度都要比鸿蒙现阶段来的更好啊。还有一些 POSIX 接口看起来似乎支持，但实际上又不能用。举个例子，比如 SetterLimit 这个 API， 你可以写，可以调用，也不会报错，但它完全不起作用你改了占大小，它就当你没改你不知道是你写错了，还是系统本身没实现就很让人困惑吧。
而且鸿蒙系统还存在很多隐性的资源限制，例如占大小的限制啊、单 app 的内存大小限制啊等等。如果不踩坑、不一点点排雷呢，正常运行的代码放到上面是很可能会崩溃，而且你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问题所在的。就比如我们前面移植动3的时候遇到的情况，对吧？跑着跑着爆站了，但没有提示站溢出，你只会看到程序站跑到了奇怪的地方，然后就挂掉了。又比如我们调试 spec speed 的 XE 子项的时候呢，需要读取一个6G 的文件，读着读着它就崩溃了后来呢才发现可能是内存限制，但是开发的时候呢并没有任何的提示其实像 iOS 也有这些限制，但它的限制都有明确的文档告知开发者，而鸿蒙这一块的文档和提示还不够完善吧，很多时候是你撞了南墙之后才会意识到问题所在的。还有一点我们前面有讲到过就是鸿蒙限制了 JIT。JIT 简单来说就是程序自己在运行的过程中生成新的代码段来跑，它被用在很多的模拟器、解释器类的应用里，比如浏览器就需要在运行时通过 JIT 把 JavaScript 代码编译成原生代码，而模拟器就需要 JIT 来把游戏 ROM 中的主机平台上那些指令翻译成原生指令。放眼业界，哪怕在 iOS 上也可以申请在受限的环境下使用 JIT。至于 Windows 和 macOS 这种 PC 系统，更是完全不管控 JIT。所以在 PC 上跑带 JIT 的浏览器脚本解释器还有模拟器这一些，应该是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的。所以鸿蒙目前的这个政策感觉是卡的有点太紧了。反正往轻松的讲呢，鸿蒙系统目前肯定还是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吧。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策略过于保守，其实都是蛮正常的。早点完善，早点起飞，鸿蒙生态肯定是有做大做强的潜质的。那总的来说 ，MateBook Pro 作为华为的第一台从软件到硬件全部自己打造的 PC， 给我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麒麟 X90 我没有把它的期望值定得很高，但最终至少 CPU 多核性能效还是挺超我的预期的。鸿蒙系统尽管被我们诟病太封闭了，有待放权，但它的优点也是非常多的。软硬件协同的优化也好包括流畅度上还有操作逻辑上的巧思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当然现阶段因为生态上的缺失，我肯定是不会推荐一般人去买这个 PC 的但如果你愿意掏着7999当一回小白鼠的话，买回去尝个鲜，体验一个全新的平台也未尝不可，是吧？不管怎么说有厂商不再寄人篱下，而是愿意打造自己的软硬件生态我觉得总归都是值得鼓励的。没准未来哪一天它就真的能做成呢，对吧？到时候有优秀的产品问世，参与竞争，消费者能够多一个选择，总归是一个好事是吧？那么好的，今天这一期鸿蒙 PC 的大评测，信息量应该已经爆炸了吧？希望大家看得足够爽看完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支持我们，也别忘了关注极宽这个频道。我是云飞，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